作为政府花费20亿美元重金培养的顶级特工，却因为特工记忆被封锁，只能藏匿于偏远小镇。失忆后的他性格发生了巨变，很快就成为了小镇出了名的废柴。直到这天，当超市收银员的他端着泡面出来散心，突然看见2个小混混正在捣鼓他那辆便宜的老爷车。Hey, stop doing shit to my car. 谁知这2个家伙听到警告，非但不跑，反倒加快脚步围上来，亮出了刀子。一瞬间，他的瞳孔猛地收缩，本能地把泡面甩了出去，随即条件反射般抢过手枪，施展出一记绝杀。最终干脆利落的2枪解决战斗。惊魂未定的尼克呆愣地盯着地上的尸体，但很快反应过来自己杀了人的他，手忙脚乱地打电话给正在加班的女朋友。但女友显然觉得尼克在开玩笑，毕竟她比谁都了解自己的男朋友是个连鸡都不敢杀的废柴，更不用说开枪杀人了。当女友赶到现场，看到地上的2具尸体时，瞬间吓得说不出话来。她宁可相信这2人是互相残杀，也不肯接受自己那个胆小的男友能干出这种事。但还没等他们想好怎么处理尸体，就被经过的巡警发现了这里的异常。 I'm sorry. 作为一个迷迷糊糊生活了20多年，从未走出家乡小镇的宅男，尼克一无是处，没有拿得出手的本事，更没什么朋友。他每天仅有的快乐，就是在便利店下班之后，埋头几个小时搞创作那些原创却不敢示人的漫画。在大家眼里，尼克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可他却有个相恋10年的漂亮女朋友。不管他多没用，女友都一直陪在身边，相信他总有一天会有出息。这是尼克枯燥生活里最后的慰藉。可当他终于攒够钱买了求婚戒指，想带女友离开小镇去夏威夷重新开始时，却在走进机场的瞬间就冲进厕所疯狂呕吐起来。原来他患上了生理性离乡恐惧症，所以他20多年都走不出这个小镇。虽然这事让女友很失望，但他还是温柔地安慰尼克。正是女友的这份包容，让尼克更觉得是自己耽误了女友，害他困在这个没有前途的小地方。但尼克完全没意识到，他所有行动都被太空中的监控卫星尽收眼底。他试图离开小镇的行为，竟然触发了中情局高层没解的预警。上面显示总部将尼克的私自离境判定为重大安全隐患，决定24小时内对尼克实施清除计划。接到通知的梅姐马上联系上级，想要阻止这次行动，因为尼克是以终止的特工计划仅存的成果，凝聚着他全部的心血。但上级表示爱莫能助，清除程序已经激活。无法接受的梅姐决定违抗命令，暗中提前找到正在值夜班的尼克，念出了唤醒他特工记忆的密语。 Mandelbrot set is in motion. Echo choir has breached. We are feeling the chariot progressive. Chariot progressive. Chariot is in motion. 可梅姐的努力似乎白费了，尼克完全把她当作神志不清的疯婆子，就要赶她走。 I'm sorry. Let's cut out all of this. I'm sorry, Rick. I tried. 就在梅姐走后没多久，2个假扮成抢劫犯的王牌特工准备对尼克实施暗杀行动。谁知他们根本不是已经短暂觉醒尼克的对手，实力相差悬殊，3两下就被轻松搞定。当部下汇报说2个王牌特工被尼克只用一把勺子就干掉的消息后，长官马上察觉到情况不妙。 He's been fucking activated. Do you not see that? Yes, sir. This is Lasseter. She's in the town. Lock it down and find it. 在警局内，女友不停地安慰着焦躁不安的尼克，但尼克此刻的焦虑并非源于杀人，而是发觉自己的思维变得出奇的敏锐，大脑如同脱缰的超级计算机，源源不断地浮现出2小时内所有事件的细节。当尼克和女友被带进审讯室，警长同样不相信尼克敢杀人，毕竟这个全镇出了名的宅男，谁不知道他连鸡都不敢杀，更何况去杀人了。还没等警长继续盘问，警局突然断电，应急电源自动启动。不知何时，街边悄无声息地出现2名枪手，他们是上级再次派来的，专门来除掉尼克的顶级特工。代号狂雨的特工肆无忌惮地端着机枪，大摇大摆地走进警局，开始疯狂射击。而代号笑鬼的另一名特工已经绕到后方锁定了尼克，幸好旁边的警察替尼克挡下了所有子弹。女友抓住机会扑了过去，并打落了他的手枪，却被笑鬼一记耳光重重扇倒在地。随即他死死掐住尼克的脖子，脸上浮现出病态扭曲的大笑。在这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尼克的瞳孔骤然收缩，刹那间便完全觉醒。趁着对方一时疏忽，尼克拉着女友冲出审讯室，将那个疯子反锁在了房间里。另一边正在肃清剩余警察的狂女，从监控中看见尼克他们逃跑的身影，马上调转枪口对着他们疯狂射击，封死了他们的退路。所幸言有一息的警长用尽最后的力气，死死抱住狂女，并将她铐在了椅子上。
尼克带着女友刚冲出警局，身后的狂女立刻拉开手雷保险，就用力扔了过来。尼克条件反射地接住了手雷，呆滞片刻后猛然惊醒，反手将手雷扔了回去。随后，尼克轻轻安抚了惊魂未定的女友，便坚定地走向重伤倒地的狂女。狂女还想做最后的反抗，尼克毫不留情地扭断了她的手臂，接着一掌击碎她的头骨。女友显然被今晚接连发生的事情和尼克判若两人的表现吓得魂飞魄散。同样困惑的尼克只能强忍内心的不安，尽力安抚女友的情绪，随后便立即决定开车带女友去找自己多年的朋友求助。可就在此时，很明显，之前那2个特工还在他车上装了吸丝炸弹，直到坐上女友的车后，两人才稍微放松了紧绷的神经。此时，尼克脑中不断闪现一些零碎的记忆画面，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这20多年来一直在刻意遗忘重要的记忆，连童年往事和父母的长相都完全想不起来，反而浮现出各种杀人技巧、娴熟的格斗招式、专业的枪械知识和武器组装经验，如洪水般出现在脑中。Oh shit, Mikey, shoot! What the fuck you doing here, man? Can we come over? Yo, get inside right now, man. 巴纳是尼克以前购买大麻时结交的朋友，他告诉尼克，不知怎么小镇突然被军队全面封锁，看出两人正在被人追杀。巴纳好心让尼克和女友去里屋休息，但他们不知道追过来的杀手已经悄无声息的正在靠近。一个特工正往尼克他们所在的房间放毒气，另一个特工拿着霰弹枪残忍地杀害了巴纳和他的手下。听到枪声，尼克立即冲向破门而入的特工，这时他的特工能力已恢复了50%，没过几招就制服了对方。女友发现已蔓延的毒气，快速戴上防毒面具，扶着尼克逃出门外，并迅速击毙了还在放毒气的特工，立刻跑到特工身体旁找到了一支针剂，立即为尼克注射。这时女友仿佛判若两人，完全不像平时柔弱的样子，她拼命拍打尼克，大喊着让他保持清醒。可能是毒气的刺激，尼克脑中浮现出许多熟悉又陌生的画面，显然女友身份也不简单。他推开扶着自己的女友，女友开始还想隐瞒，但在尼克追问下，他终于坦白身份，他是中情局派来监视尼克的特工，任务是确保失忆的尼克不会离开小镇。尼克听后如遭雷击，原来这10多年自己像提线木偶般被操控，活在虚假的生活之中。虽然女友哭着解释她是真心爱尼克的，但情绪崩溃的尼克完全听不进去。两人在车里争吵时，一辆装甲车突然冲来，把他们撞到桥下，又是那个阴魂不散的笑鬼追来了。他粗暴地拖出女友后，又往车上浇上汽油，想让被困车里的尼克被活活烧死。很快油箱被点燃，引发剧烈爆炸。但拥有主角光环的尼克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死去呢？就在汽车爆炸前，梅姐及时赶到救出了他。梅姐向尼克说出了全部真相，原来当年有300个实验体参加秘密特工改造计划，目的是通过基因改造强化特工的脑神经和肌肉骨骼，但因技术不成熟，只有尼克活了下来，计划也被迫终止。他成为了政府花费20亿美元精心打造的人形兵器。梅姐费尽周折才说服高层封存尼克记忆，并把他藏在这个小镇。女友作为监视者，几年前就有机会调去更好的岗位，却选择留在尼克身边。回家后听完梅姐的话，尼克也慢慢冷静下来。但监控室里的上司发现尼克和梅姐还活着，顾不上骂手下无能，立即派出所有特工执行清除任务。这时外面传来梅姐的惨叫声，尼克冲出去查看，梅姐已经被特工控制。尼克怒火中烧，冲上去把特工扔出了窗外。正在放哨的特工看到后，便立即开枪扫射。在火力压制下，尼克被逼到了厨房。此时看着被弹片崩飞过来的平底锅，尼克大脑快速计算，果断把平底锅扔向空中，子弹精准反弹，奇迹般击毙了最后一名特工。最终恼羞成怒的上司用女友性命威胁，要尼克去超市见面。尼克明白自己深爱女友，明知是陷阱，仍决定独自前往。上司也豁出去了，派出所有特工是要除掉尼克，他已经完全不计后果了。这时大量烟花突然袭来，尼克开着装满烟花的装甲车赶到，设好埋伏的上司被打得措手不及，只能和特工们躲进了超市。尼克开车撞进超市，随后与特工们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激烈战斗。经过一场激烈厮杀，最后只剩下尼克和笑鬼两人。临死时，笑鬼羡慕地看着尼克，
同样是改造计划的特工，笑鬼却因为基因缺陷完全无法控制自己。干掉笑鬼后，女友趁机挣脱后找到精疲力尽的尼克，在混乱中，两人互相搀扶着走出超市，外面已被特种部队包围。这时，尼克突然拿出珍藏已久的、一直没机会送出的戒指，正式向女友求婚。女友眼中泪光闪烁，欣然答应。尼克激动不已，他想和所有人分享这份喜悦。就在两人沉浸在幸福之中，突然被电晕了。最终这次行动影响太过恶劣，上司被更高层领导在树林里处决，让他承担了所有责任。而在梅姐极力的劝说下，加上尼克展现出的惊人实力，高层最终同意正式收编尼克，让他成为了中情局最神秘的人形兵器。